两个人的关系好不好，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因为热恋中的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特别能聊。前几天我在电梯里遇到过一对热恋中的男女，从9楼下到1楼，总共不过3分钟的时间里，男生和女生一共聊了不下6个话题，从当天的天气到最近大热的影视剧，再到最近新开的那家餐厅。话题没有新意，但令人羡慕的是，他们明明站在拥挤的电梯里，但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只有彼此，他们完全沉浸在跟对方的每一刻交流。我突然想起那种跟一个人有说不完话题的感觉，我也曾经拥有过。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，我和他用的都是需要换电池的老式手机，可是这一点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想跟对方说话的热情。聊天聊到手机没电，换上新电池继续，聊到手机欠费，就交上话费继续说。是话题很有趣吗？并没有。猫偷喝了杯子里的水，衣服上的纽扣有一颗松掉了，晚饭盐放的有点多，冰箱里的有一颗鸡蛋体格格外大，应该是个双蛋黄。就好像这些完全是琐碎的日常，但因为眼里都是对方，所以他们很有趣，也格外甜蜜。但后来我们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话变得越来越少，经常是我叽里呱啦一大堆，他只回一句如果我追问他，他会一脸不耐烦地问我，你的人生只有这些鸡毛蒜皮吗？每次他这样问，我都会觉得自己打扰了他，会心生愧疚，然后变得小心。久而久之，分享欲一点点在我和他之间消失。当我再次遇到好玩的事儿，我第一个想分享的人不再是他，而我俩也慢慢变回了我和他。你说，当我们总在追问分享欲为什么会消失，说的话为什么越来越少的时候，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？前段时间我在小区里散步，我偶遇了一对老年夫妻，他们走在我的前面，手牵手遛着弯儿。我听见奶奶跟爷爷讲说，他最近报了那个老年大学，过几天要组织一个书画活动，每个人都要出作品。爷爷听了之后立马说，你的画一出手肯定是第一，你年轻的时候就很厉害呀。奶奶开心地笑个不停，随口又问起爷爷当天跟小区的大爷们玩了象棋的战绩，接着又聊起了孩子、邻居。有人说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，生活就会慢慢重叠，没有新鲜感，自然没有了分享欲，于是爱也无从谈起。但那天当我看着这两个老年人一句一句地聊着家常，我突然明白，让分享欲消失的不是选的聊天话题够不够新鲜，而是那个听你说话的人，他还对吗？所有的关系都一样，不是分享欲消失了，爱才消失，是爱先没了，分享欲就不见了。爱到最后，感情成了这段关系的装饰物，身份和规则却后来居上，成了更重要的东西。爱情开始那么美好，我们甜蜜上头，有说不完的话，爱情的结束又如此无奈，我们近在咫尺，却又无话可谈。理智和长大都是好东西，但以后
我不想让他们来决定我的爱情。我们都要找到一个能陪自己一直说话的人，能听我的碎碎念，也愿意对我碎碎念的人。愿你遇到这样的人。晚安。